金河，你真的失忆了吗？我好像忘了很多事情。按照父亲您的说法，应该是这3年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你还记得傅君涵吗？傅君涵是谁？一点印象都没有。傅君涵是你的保镖，跟了你3年，你十分器重他。姐姐，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冰糖葫芦，你快尝尝。我记得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如果你记忆力不好的话，我建议你去看看脑子。但如果你是故意想看我过敏，那你可以直说。对不起，姐姐。大小姐，这糖葫芦是角角小姐特意给你买的，只为了迫切的哄你开心，一时忘记了糖葫芦过敏，她不是故意的。你又是个什么东西？我有让你说话吗？大小姐，他是傅君涵。君涵哥哥，你别怪姐姐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过来挨他的眼的。大小姐，我也告退了。小姐，傅先生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给他准备礼物赔礼道歉吗？我还需要给一个保镖准备礼物道歉？傅先生喜欢弹钢琴，这是小姐从新西兰空运而来的。拖出去，烧了。Stare so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 When I leave you, begging me not to go. Call my name 3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us to try to explain. 半夜拿着苏角角的照片犯花痴，这种男人我真的瞎了眼看上过。有点东西啊，看来我颜狗的本色还是没有变。今天我穿着吊带，故意跑到傅君涵的房间，他立马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送回，说怕我感冒，他还是关心我的。今天我给傅君涵下药，他宁愿在零下10度的泳池泡一晚上来解药，也不愿意碰我。我到底哪里不好？傅少，假扮保镖家教这些游戏还没玩够的，赶紧回来继承家产吧！你不会真的喜欢上苏金河这个人了吧？怎么可能？苏金河这个女人愚蠢自大，连角角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我愿意自降身份来苏家，完全是为了角角。什么条件？你说。第一，你名下50%的股份给我，那是我妈妈的。第二，苏角角不是也想有个钢琴老师吗？傅君涵正合适，给他了。金河啊，你没有开玩笑是不是？好，我答应你，1周后你就可以嫁过去。大小姐，我对你没有别的感觉，你为什么还要紧逼不放？我很好奇啊，你的脸皮到底有多厚啊？你全身上下都是我买给你的，我烧我买的东西有问题吗？更何况，你既然愿意做我的保镖，那就是我的一条狗，一条狗罢了。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是不服，可以辞职滚蛋。
大小姐，是我的错。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去城东最有名的那家甜品店，给我买东西。现在，立刻，马上去。以前的我，竟然会眼瞎到这个地步。傅君涵，你真是深情啊！为了苏角角，什么屈辱都可以忍受。大小姐，昨天外面下了暴雨，傅先生从外面回来，浑身都淋湿了。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更好了呢。这是妈妈生前写的曲子。谁让你弹这个曲子的？大小姐，听不懂人话是吗？这首曲子是我妈妈写给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弹给苏角角听？姐姐，这首曲子的确是妈妈写给你的，可妈妈写的曲子，为什么你能听我就不能听？你要打就打我，别为难俊涵哥哥。大小姐，这首曲子是我自己要弹的，要打要骂，你冲着我来。我自然是要罚你。昨晚我是让你去给我买甜品，怎么今天甜品出现在了苏角角的手上？怎么，你是连狗都不会做吗？我看他身体不舒服，就把甜品给了他。大小姐若是心里不满的话，我再去给你买一份。再去买一份干嘛？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可不用，嫌脏。来人，给我按住傅君涵！他既然敢偷学我妈妈的曲子，那就废了他的手。大小姐，夫人之前留给你的那些曲子，是你逼着傅先生全部学会的，不是他偷学的。你都忘了？姐姐，我知道你是因为怪我，所以才去找借口去责罚俊涵哥哥的。你要有什么气，你就冲我来就好了。好啊，你既然上赶着受罚，那就成全你。你就在这儿跪一天。二小姐，你确定要跟着我一起去？大小姐以前说过，我要一直跟在你身边。二小姐，二小姐晕倒了。大小姐，要等傅先生一起吗？开车。金河，以前生日都是我们给你过，3年前开始你就见色忘友，抛弃我们，今年怎么又想起我们了？是啊，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我可是惊讶了半天。你的那个保镖哥哥呢？今天是我生日，就不提那些无关紧要的人了。今天我最大，我们先吃蛋糕，吃完陪我去逛街。好，切蛋糕吧。许愿。苏小姐，外面有人找你。姐姐，今天原来是你生日啊，你都没告诉我，我也来陪你过生日啦。保安，把他拖出去。姐姐，为什么呀？
难道你就这么讨厌我吗？你让我惩罚你，我罚你下跪，你跪着跪着就晕过去了。现在恢复精神了。大小姐，角角小姐是看你今天生日，强撑着身体赶过来的。就算你讨厌她，你也不能不顾情面，把亲妹妹赶出去。若是被不良媒体拍到，对你也不好。你在威胁我？不敢。走吧，切蛋糕。君寒哥哥，好羡慕姐姐有这样的生日啊，我从来都没有过。您好，我是傅家的管家，特意向苏家小姐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希望您今年生日快乐，年年岁岁喜乐平安。小姐，这是……好奇怪呀，这明明是姐姐的生日，为什么傅少要给我送礼物呀？当然是傅少知道，角角小姐是个特别美好的女孩。我不想看到这些布置了。把它们都拆了吧。姐姐就是讨厌我。大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也不过了是吗？哦，原来你还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姐姐，我只是想帮你庆祝生日，从来没想过抢你的风头啊！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你怎么这么狠心？娇娇再惹你不愉快，你也不该派人给她下药，差点让流氓把她侮辱了。我什么时候对她做过这种事？难道她出了什么事都是我干的吗？不是你，难道是娇娇自己啊？好，你不承认是吧？我有的是手段让你承认。别打了，再打下去，对角角小姐的名声不好。果然，还是为了苏角角。有人吗？有人吗？大小姐，你需要人是吧？来，我陪你。滚！我不需要你。滚呐！大小姐，我劝你不如配合我，谁让你那样心狠手辣，用那样的手段对付娇娇小姐？先生说了，不让你受皮肉之苦，但是你必须付出代价或者补偿娇娇小姐。是谁派你来的？自然是最爱娇娇小姐的人。大小姐，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送你去医院。傅君寒，不想再看到你。我要离开了，不过我要带妈妈你一起走，不然就没人祭拜你了。君寒，这住持的小叶紫檀不会轻易送的，要不还是算了。虽然大师说我流年不利，我多注意一点就行。你这一步一步磕头的，实在累，要不歇歇吧。只要能保佑你后半辈子平安顺遂，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这几步台阶又算得了什么？大小姐。苏金河，我说过，不管是你的东西还是你的人，只要我想要，我就一定能得到。
我正好还要谢谢你，捡了我不要的垃圾，不然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你和你那个贱人妈一样让人恶心，大家都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滚？你就应该和他一起去死！一起去死！妈。苏娇娇，你最好祈祷不要落在我的手上。我已经到了。1年1度的泳池派对，京城圈子里所有人都会参加。你是晚上9点去港城的飞机，一落地我就把股份给你，都快嫁人了，安生。好，姐姐，你心还真是强大，都这样了，还打算赖着不走呢？既然你脸皮这么厚，那妹妹不如送你一程啊。You just wanna get the line, Diana. 君海哥哥，救我！君海哥哥。Wonder how sacrificed all the time. 君海，救救我！苏大小姐，你别忘了，3年前是你逼着我教你游泳，别装。可我已经忘了3年来和傅君海的所有记忆，怎么可能还记得他教的游泳？苏金河说他不会游泳，这怎么可能？他的游泳技术是3年里我亲自教，堪比专业运动员。突然掉水里，但不至于会溺水而亡。而且我上来的时候，救他的人也下去了。君寒哥哥，我好害怕，你能不能先把我送回房间啊？苏金河是我的雇主，我得确认他的安危，我得回去看一眼。君寒哥哥，我身体好不舒服，我好冷啊，你把我先送回房间好不好？娇娇小姐，稍等一下。喂，苏金河怎么样了？什么？他被江家的人给救走了？他还真是命大。我不管，今天你们只要对外说苏金河是自己游上岸了就行。哎，君寒，如果说有一个男生对我很好很好，而且呢，他还经常送我名贵的礼物，还都是我喜欢的，这是为什么呀？可能是因为他喜欢你。真的？那看来富家太子爷的确是喜欢我的，太好了。娇娇小姐，这是我特意求的小叶紫檀，我想跟你说，我想守护你的后半辈子。谢谢你啊。那个，我今天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
流血了，对不起啊，我刚才都没发现。多年前那个山洞里，苏角角甚至割开手腕给缺血过多的我喝血，有什么物质都先让给我。他这么勇敢、美好、善良，一定是我多想了。你的手，快坐。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做这个的。只是妈妈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亲手给我做面条，有些想念罢了。3天之后，替我包下夜色，我要向角角小姐求婚，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傅少，你确定吗？家主是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家主说过，若是你坚持要娶苏家那位苏娇娇小姐的话，就别回来了。那就跟我爸说，7年前角角小姐在山洞救下我的时候，我这辈子就非她不娶。好吧，傅少，我马上去安排。他虽然对我也很好，长得也不错，但是他不会真以为我会和他一个绑架在一起，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同样是姓傅，这身份可就天差地别啊！苏金河不是自己游上岸了吗？怎么这几天都没有给我发消息？按照苏金河的脾气和对我的痴迷程度，他就算是毁了我，也不会把我让给苏角角。唯一一种可能就是，他肯定做了什么对苏角角不好的事情。大小姐，您……傅君涵，通知你件事儿，从今往后你就留在娇娇身边，无论是保镖还是教授钢琴，薪资跟以前一样。苏先生，我觉得我还是留在苏金河身边比较好。怎么，你不愿意帮娇娇做事吗？我可是看你平时做事细心，总帮着娇娇，才给你安排到娇娇身边的。不是的，苏先生，我是怕这样决定会让大小姐对娇娇小姐产生误会。哼，这你不用担心，这是今天苏金河主动请求，就算他到时候有什么脾气，也是他不沾。好，能留在娇娇小姐身边，是我的荣幸。苏金河，只要你答应以后不会再对苏角角动手，你上次跟我提出的事，我会再考虑考虑。傅君涵，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苏金河，我们只是雇佣关系，我会请假1周，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只是为了苏角角能有个安好的未来，我不可能爱上苏金河这种恶毒心狠手辣的女人。如果3分钟之内苏金河不回我消息，我就向角角求婚。苏金河，你就这么冥顽不灵吗？非要为难角角？我居然会被富家太子爷求婚，太好了！幸好港城那个残废不是我去嫁，而是苏金河去嫁。哎，不过现在他应该跟那个残废入洞房了吧？笑死了！哎呀，真的好想看到他那绝望的样子啊！我当然不怕苏金河会回来纠缠我了，他是喜欢那个穷酸保镖。
不过呢，他上次被我推下楼梯后，居然失忆了。哦，对了，还有那个穷酸保镖啊，也是个蠢货。他凭什么觉得我会看上他啊？哈哈。哎，副总，哎，你去哪儿？求婚仪式马上开始了，只差您了。全部取消。苏景和真的走了。告诉我，苏金和上次醒来之后，医生都说了什么？医生说，小姐大脑遭受了创伤，应激性重创，忘记了一些事情。怎么可能？她要是失忆了，她怎么可能还记得其他人？苏金和到底要玩什么手段？傅先生，大小姐自从醒来之后，只忘记了你一个人，你不知道吗？他只忘掉了我一个人，所以他不仅忘了我，也不爱我了，对吗？所以他才要嫁给其他人。笔记本呢？苏金和表白时的笔记本去哪儿了？原来他真的把我忘了，所以才会奄奄不眨地毁掉对我的爱意。季寒哥哥，娇娇小姐，请自重。季寒哥哥，我居然才知道，原来你就是富家太子爷。我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你也这样一直深爱着我。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之前一直没表达，是因为姐姐的原因。你愿意？如果我只是个保镖，你还会喜欢我吗？肯定会呀！我一直没表达自己的心意，是因为害怕你拒绝。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既然我们心意相通，要不然就找个时间和父母确定一下我们的婚事吧。哼，再说吧。去。跪下！爸，我知道你不喜欢苏娇娇，但我必须要娶她，就算您拒绝也没用。消息我已经散播出去了。多年前，我在野外遇到了危险，被一个志愿者救援队发现了。我和苏娇娇被困在山洞里，当时受伤太过严重，压迫神经导致暂时失明，我也没有办法行动。所有人都放弃了我，只有苏娇娇陪着我。要是没有她，我不可能活下来。所以，无论从今往后我爱不爱她，我也必须要娶她。不过您不用担心，我会延后婚期的。傅君寒，我本以为你是我最聪明的孩子，如今看来你也是蠢货一个。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苏娇娇？因为她妈是个小三儿，她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你竟然要娶一个私生女，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还有，你看看清楚，当初救你的那个人，真的就是苏角角吗？啊？怎么会不是苏角角？苏角角和苏金河本来就不是一个妈生的。苏角角打小就跟他的小三妈生活在另一个城市。当年你出事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来过这个城市。当时我被送到医院，就和救命恩人分开了。我只知道他姓苏，是苏和和亡妻的女儿。我恢复好了之后就开始调查，外界传言苏家大小姐苏金河嚣张跋扈，苏家二小姐苏角角温柔善良。我怎么会报错恩去做人呢？你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倒不如想想怎样和苏角角解除婚约吧。我还是会去苏角角，这是我活该，也是我的报应。要干什么？我要去见苏金河。长成江家不好惹，更何况傅家现在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有多少人盯着掌权人的位置？本来你是我孩子当中最有可能成为的那一个，难道你也要放弃吗？我必须要见到他。本来以为我和江征宇的婚礼会很敷衍，只是走一个过程。毕竟这场婚约本来就只是商业联姻，更何况江家人一开始要娶的对象是苏角角。没想到整个婚礼现场布置的奢华无比，宾客满堂，座无虚席。好孩子，你就是金河吧？别紧张，你现在应该称呼我一声妈。妈，江家的排场向来如此吗？怎么可能？不过娶你是我们江家的大日子，是要好好对待的。我早就让征宇去京城快点接你，这小子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这次呀，幸亏他赶去的及时，把你从泳池里救出来。你千万别生他的气，征宇其实一直不好意思见你，这孩子脸皮薄。走。孩子，你的爸爸妈妈无法参加婚礼，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妈妈，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江征宇不是残废了，不是一辈子都没办法站起来吗？苏小姐不必惊讶，我的腿的确是好，没跟苏家和你说，是还没找到机会，实在是不好意思。虽然看起来这个江征宇有些淡漠一点，但人还是客气的嘛。我们本来就是商业联姻，既然江征宇如今腿脚好了，恐怕也不需要急着结婚了，不如应付一下，后面再扯个离婚证，完美。我们的婚礼将进入正式环节，下面有请这对新人交换戒指。这个江征宇难道看上我了？啊，不会，他要娶的是苏角角。江先生，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等一下。感谢大家能参加我的婚礼，今天招待不周。江总客气了，您的妻子真漂亮啊，还是江总有福气。是啊是啊，我们都在羡慕江总呢。江先生，这都不着急，不如我们先……稍等。江先生，江先生，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可以再等一下吗？还有最后一个流程，
我们还是喝下杯酒。顾君寒不是很爱你吗？他人怎么跑了？他不是说还要向你求婚吗？哎呀，爸，你就放心吧，傅君寒呢，不过就是我的一条舔狗，他一定会来娶我的。你好，我是傅家的管家，姓张。看吧，我就说了，君寒哥哥很爱我，他不可能不会来娶我。这消息呢，都散播出去了。他若是不来娶我，这傅家的脸都要被他揪干净。好孩子，真不枉费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培养。从今往后啊，一定要在女婿面前多多褒奖咱们苏家。苏氏好了，对你也有好处。苏小姐，你若愿意嫁给傅少，这有一份婚前协议，你若没有什么异议，签了它。傅少什么时候来娶我？来人，把他们按住！你们干什么呀？我可是傅家未来的少夫人，你们找死啊！夫人，难道你没看协议上的内容吗？协议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若你嫁入傅家，就要承受苏大小姐之前承受的一切的侮辱和痛苦。放开我！不可能！君寒哥哥怎么可能会为了这个贱人对我下手？不要见君寒！君寒哥哥难道不是最爱我的吗？他为什么会为了那个贱人针对我啊？傅少他爱的不是你，他对你好，只是他错以为把你当做了救命恩人。但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苏大小姐才是他的救命恩人，你是一个冒牌货。另外，傅少已经查清楚你之前对苏大小姐的一切的算计，傅少说了，就是让你这种心思恶毒的冒牌货付出代价。正好呢，你也签了结婚的协议，成为了他的妻子，这样那他就更好对付你了。动手，把傅夫人请回家。不要！不要！爸，你不是最疼我的吗？救救我呀，爸！我求你了！苏先生，您也不用着急，作为女婿，傅少爷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作为这么多年你薄情寡义的一份奖励，你就好好的受用吧。哈哈哈哈哈！带走。苏总，不好了，公司做假账逃税漏税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泄露出去了。不仅如此，我们公司那些机密文件和数据都被人卖出去了，你快想想办法。放开我！放开我！君安哥哥不会这么对我的，君安哥哥爱我，一定是傅家主。对，傅家主他不同意君安哥哥娶我，一定是他。君安哥哥，你在哪儿？我好疼。君安哥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他们也会接你了？张管家，傅少，我不是让你把人丢海里，怎么回事？人为什么还在这儿？苏小小，是你骗我对金河下手，是你欺辱他，还要毁他名声，这些事儿，我都要还在你身上。不过你也不用太绝望，毕竟你也如愿以偿，当上我的夫人了。
我不要，我不要，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跟你离婚，我跟你离婚。来人，把他给我拉起来，我们去海边。不要，我不要！金河，我来了。这个家伙，自从那天稀里糊涂喝了交杯酒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开口提离婚的事。江周宇像是会预判一样，每当我想开口的时候，他都会找各种理由打断。金河，尝尝。好了，好了，好了，太多了，我真的吃不下。哪里多呀？你们现在的女孩子呀，就知道减肥，快多吃点才好呢，多吃点才好呢。妈，我也要。你木头脑袋。金河，你们苏家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公司快要倒闭的。不过征宇之前就打算汇1个亿过去，你看够吗？我们家要倒了，谁动的手？是傅家，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儿吗？傅家为什么要对苏家下手？难道是因为傅家长辈不愿意接纳苏角角和傅君寒的这门亲事吗？哎呀，很疼吗？好像有点烫伤了，你忍，我去拿药箱给你处理一下。金河，你不要过分担心傅家出手为难，可是我江家也不是吃素的。我想想。其实，当时要嫁给你的人是苏角角，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当初想娶的人不是我，现在他和苏家落了难，你要是想出手，我不会怪你。你似乎和他和苏家的关系并不好。对，我很讨厌他。好像我身边的人都注定会爱上苏角角。苏角角的那些话真没说错，他若是想，我身边的所有人和事，他都可以抢走。你不喜欢他们，那肯定是他们做了不对的事，我不会出手。我看苏家是你的母家，所以才让我妈跟你说那些。她因为不好意思才拒绝帮忙，却忽略你的感受。对不起。你要娶的人不是苏角角吗？苏景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娶的人是苏角角？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娶的人是苏角角？既然你要娶的人不是苏角角，那苏家的事你就别管了。啊！这身材可以啊！你们干什么呢？哪来的疯子？还不快赶出去！江少，这位是傅君寒傅少。哈，原来是傅少。你没事来打扰我和妻子相处，有什么目的啊？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张宇，这个人好像脑子有问题，对我呼来喝去的，应该怎么办呀？这个人好像脑子有问题，对我呼来喝去的，应该怎么办呀？打一顿，赶出去。可是他姓傅啊。他惹你生气，不管是谁都一样。君寒，今天宴会上有人对我动手动脚的，还说要娶我，不过我可没有答应他。我想嫁的人还没有答应我。我不会娶你，更不会爱你。君寒，君寒，你快上来好不好？我不会再这样对你的，求你不要厌恶我。苏清河，你死了这份心吧，我就算是孤独终老也不会娶你的。都依你，你要是不娶我，那我就这辈子都不嫁。我厌恶别的男人触碰，我等你回头的那天。大小姐，
我是你亲手挑选的保镖，我不是什么富家少爷，只是重名罢了。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你让我许的诺言我还记着。我说过，除了我死，我会一辈子在你身边守护着你。大小姐，求你别赶我走。可是你却违背了诺言，为了苏角角，弃我于不顾。你还记得那天吗？那天，你给我下了药，还把我和坏人关在一起。他凌辱我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一天可以这样对我。傅少，你当保镖的游戏还没玩够吗？这些事儿，你都还记着？不过这都不重要了。不管你是苏家的保镖傅君寒，还是傅家的少爷，我后悔对你这样的人动心，让我觉得无比的恶心。我还要感谢你对苏家下手，傅君寒。无论你是什么目的，劝你还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回去找你那个单纯无辜的苏角角。毕竟，下一个下手的人可就是我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下手没轻没重，而且很恶毒，他怕是扛不过。送客。你能接受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恶毒、蛮横。刚才捏你手了，不疼吗？你不觉得我恶毒吗？你这不算恶毒。如果让我下手，我会更加残忍。苏金河，这代表我们本就是天生一对，你不用有什么顾虑。你杀人，我放火，谁让我们是夫妻呢？只要你讨厌人，那都不该活着让你生厌。原来喜欢与不喜欢如此不同。你们大小姐说了，不想看到你，被解雇了，赶紧滚蛋！你们家小姐和我们少爷关系好得很，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样子，夫人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啊？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当个小白脸被白富美看上一飞冲天吧？其实像他这种夫人是最瞧不上。你胡说！大小姐明明最爱的就是我，你们的少爷才是后来居上。他若是爱你，怎么会嫁给别人？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我一厢情愿？我只是弱带伤，辜负了司机鹤的情谊。傅君寒，夫人，他天天守在这里，让人误会。我就是想劝他不要痴心妄想，他非说是你的贴身保镖，还动手打我，说要跟你一起进入江家。对不起，大小姐，我不该动手的。我倒是还不缺保镖，但是我还缺一条狗，你愿意吗？只要能留在大小姐身边，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等会儿要去参加宴会，但是我不想让你坐我的车。10分钟之内，你要是没有到达指定地点，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大小姐，跪下。真的假的？假的？真的。
大小姐，是不是我来晚了你生气了？我不是生气，而是看不起你，傅君涵。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有多老。大小姐骂得对，只要能消气，我做什么都愿意。喝点。好啊。他酒精过敏，你不知道吗？金河，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心疼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其实我从来都不会酒精过敏，酒精过敏的是苏角角。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却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我们去过那么多次酒吧，酒精过敏的分明就是……可是在我的回忆里根本没有这些记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黯然伤神的在酒吧喝酒。让我猜猜，每次我和你刚到酒吧门口，你就会被苏角角以各种理由叫走，而你一门心思只会记挂他的安危。这3年会选择把我抛下，这3年你只把守护苏角角作为你的习惯。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还喝吗？自然要喝。看够了吗？抱歉啊，我想着我们是夫妻，所以这些事还是找你更合适些。更何况，我也不是单纯的为了刺激他。那我就先走了，不碍你的眼。刚刚说的话我不喜欢。你说，只是因为我们是夫妻，更合适一点。那如果是我今天不在，你是不是去找别的男人来刺激傅君涵？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傅君涵，喂，是120吗？没事，静河，没关系的，他没事，救护车马上来了。没想到我还是欠他了一个人情，我不想这样。静河，你不欠他人情，他欠你一条命。如今他把欠你的人情还了，你们两清了，走吧。你知道什么？傅君涵放下身段，来到了苏家，努力守护苏角角。真实的原因就是他把苏角角视作自己的救命恩人，但实际上，当年陪他度过那段艰难时光的是你。难怪，我第一次看到傅君涵的时候，就觉得他眼熟和亲切。原来以为是天赐的良缘。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果然忘了，当年被困的人不仅有傅君涵一人，我也是落难者。只不过傅君涵运气好，和你困在一个山洞里。你知道还有其他人落难，却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但还是想方设法送去了医疗用品还有物资。后面搜救队到了，也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们引路，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只是你甚至没亲耳听我说一句谢谢。
就敢蛮奔赴到其他受难者旁边了。那你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我对你一开始只有感激，所以才会去了解你的过往，想报恩。可是，在了解你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我爱上了你。没有求娶你，也是因为知道你心里有了傅君寒，而我从那次灾难中被救出，身体也一直瘫痪。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我想着我能守护在你身边也好，只是没想到命运之神还是眷顾我的，把你送到我的身边。之所以婚后也没告诉你，也是不想让你觉得我是报恩而来。苏金河，我娶你是心甘情愿。我累了，想先休息了。没关系，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傅君寒，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你的身上，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哼！金河，虽然我爹不要我了，但是我有资格东山再起的，我可以给你好好的生活的，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的。我看过监控了，你明明可以选择把我拉开，但你却选择用推开的方式而害了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身体的本能反应罢了，这件事是我自愿的，不怪你。3年前挑选你为我的保镖的时候，其实根本不在意，真正交心的那次，是你奋不顾身在车前推开我的时候，仅仅那一个行为，我就毫无救药地爱上了你。低声下气祈求你爱的3年，你这次的行为是想刺激我想起这些，对吗？所以你想起来了，金河，你想起来了就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那天落水之前你问我的问题我已经有了答案，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吗？我在落水前就想起了这些，想起了我们这3年的所有，你的奋不顾身，你的守护，还有你的冷漠，你的绝情。所以你明白了吗？现在这样不是因为你忘了，只是因为你单纯的不爱我了，对吗？对，我就是不爱你了，我觉得你恶心。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你还有哪里配得上我？金河，金河，这个人看起来一表人才的，长得也不错，怎么这个样子？他是个疯子吧？好恶心，我们得离他远点。这是金河给我的，不能浪费，不能浪费。你去苏家解决完事情还回来吗？解决完，我可能去旅游，一切等我回来再商量，可以吗？好，我等你。你确定不再争取一下吗？可别到时候再后悔。妈，你不懂的，要向往的本来就是自由。感情这种东西，从前他或许会在意，但如今对他来说，我已只是束缚。金河，金河，金河，求求你救救苏家吧！这都是妈妈的心血呀！你就是再讨厌我，
你也不能忍心看着咱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就这样被变卖吧？的确不是。你果然是我最懂事的孩子，真不枉费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宠爱。宠爱？你是说，在我妈妈尸骨未寒的时候，你就着急把苏角角母女接进来，强制让我让出所有东西？还是指你为了更好的培养苏角角，从我高中时期就停了我的一切生活费和学费，让我只能靠我母亲的遗产生活？金河，我错了，金河，对不起，对不起，金河，我不该在外面找小三，我也不该对你那么差，求求你，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吧，金河。好啊，我给你机会。今天晚上之前，滚出苏家。对了，忘了告诉你了，这个别墅已经被我买下来了。好你个苏金河，你以为你嫁到了江家你就一飞冲天了？告诉我一天是你爸，我永远是你爸。怎么，你能不养你的亲爹？的确不能。怎么样？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我，就像你那个窝囊废亲妈一样，我要把你们身上的血都吸干。医生，家里突然发生变故，我爸精神失常，开始胡言乱语了。我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我是他的女儿，能给他签字吗？自然。苏小姐，您看看协议，如果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不要！苏金河，你个变态！你把你亲妈送到精神病院，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不是我，而是你。松开！苏金河，你别忘记了，我也是爸爸的女儿，你有资格签字，我就有资格拒绝。好孩子，还是你最孝顺我呀。你保护苏荷，只是为了想摆脱小三女儿的身份，维持你苏家二小姐的人设。我本来就是苏家二小姐，我妈也不是小三，是你妈凭借着豪门身份强行破坏我爸和我妈的感情。真是小三的女儿，改不了劣质的本性。你现在能出现，是因为傅君涵出事，傅家放过你。傅君涵呀，就是个废物，他竟然愿意为了你把腿给撞残了，这样就失去了成为继承人的资格。我呢，就搭上了傅家真正的继承人傅成玉。姐姐，我知道你现在嫁入了豪门，看到我们受难，就嫌弃我们，然后还要把我们给赶出去。你可以对我这样做，但是爸爸是你的亲爸爸呀，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没想到苏大小姐和传闻中一样如此恶毒。听说苏大小姐嚣张跋扈，但没想到竟然能把自己的亲生父亲送入精神病院，这也太可怕了吧！这么劲爆的消息，明天必然是头条啊！各位记者朋友，你们看啊，我们苏家确实出了事儿，可是我的亲生女儿非但不帮忙，而且还要落井下石，要脱离我们苏家，你们说是不是丧尽天良？别怕。你怎么来了？担心你。你怎么来了？担心你。苏小姐，你离开是因为心虚吗？你是不是默认了送你父亲去精神病院的事实？苏小姐，请你回答问题。苏小姐，你对你父亲和妹妹的说法有什么新看法吗？哼！
这是江家在京城购买的房产，正好成了你最爱的房客。不愧是江城首富啊，这可是京城最贵的别墅区。送给你。那我选择折现。所有参与媒体都发出致函，让公关部门吹到热搜。别担心，我们江家虽然扎根港城，但是在京城我们也有人脉。苏小要背回傅家，翻不起风浪，我会帮助你的。你对我这么好，我怕我会爱上你。我先去休息了。你若是向往天空的飞鸟，我要化作春风，常伴你左右。快尝尝，这是我最喜欢的早餐。好吃。放心，我没那么脆弱，我可是以前京城最嚣张跋扈的大小姐。我看到你善良，你的那些行为不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现在有我，你不用再去伪装自己了。我已经调查了苏家很久，你母亲的死确实存在一些疑点。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母亲就死在了家里。父亲说她是从楼上滚下来摔死的，但是我不相信。没过多久，父亲就把她养在外面的小三和小三女儿领进了门。从此我就学会用坚强来掩饰自己的脆弱。虽然没过多久，苏角角的母亲也去世了，但父亲把为数不多的爱都给了她。我其实很嫉妒他，他有亲人的爱，而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傅群寒出现的时候，你才会那么猛烈地追求他的爱。我是不是很傻？不，你才不傻，这才是你敢爱敢恨。如果当时傅群寒没有认错恩人，没有如果。江总，苏家的调查资料都在这里。傅家已经对外宣布将傅成玉作为傅家未来的继承人。通过苏角角的关系，苏家得到了傅家的注资，起死回生。你在调查我家？以前是想要关注你，所以才让人打探你的消息。在你到了江家，表露出对苏家厌恶后，我才开始让人调查整个苏家。没想到，查出些有意思的事。这是我妈妈的尸检报告。是的，夫人，这是我们的人从医院档案室里找到的。您的母亲虽然死于高空跌落，但身上还有其他伤痕，死前应该遭受了其他伤害。妈妈，在场人除了你父亲，还有一名佣人。这个佣人第二天就离开了苏家，但是我的人还是找到了他。真的是我的好父亲。据这名佣人所说，你的父亲和你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你父亲最后大打出手，把你母亲推下了楼。其实我早该知道的，他在我母亲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把小三接进了门，对我又毫无感情，怎么会对我说实话？我们需要把这些消息放出去吗？虽然我们压下了热搜，但是外面的言论对你还是不利。毕竟苏恒是你的亲生父亲。
这是无法避免的。再等等，出手就要让他们无法翻身。程昱哥哥，谢谢你帮助我们苏家。娇娇，你也知道我爸对你的态度，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公开咱们的关系。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成为傅家家主，我就一定会去。我知道，程昱哥哥，我会等你的。现在有我傅家的资金和背书，你们苏氏集团的股价已经稳定。到时候我再甩几个项目给你们苏氏，你们苏氏的股价就能一飞冲天。到时候你想怎么报答我？苏氏现在是我做主，等我跟程昱哥哥结了婚，这苏氏集团不就是程昱哥哥的了？我等着程昱哥哥的项目哦。小姐，要不是你趁着傅君汉出事到处地下室，碰巧录下了我的把柄，你以为我看上你这种贱？娇娇，你不是说等到集团稳定之后就把总裁位置还给我吗？怎么，你反悔了？你在苏氏集团这么多年，苏氏集团一直在走下坡。如果不是这次我请来傅家，苏氏集团早就破产。为了苏氏集团的未来，那就只能先委屈爸爸您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背叛我！怕什么？爸爸你不是还有集团股份吗？每年的分红也足够你生活了。哦，你在外的那个私生子已经18岁了吧？我可是知道你许诺他成为苏氏集团继承人，我可不想最后被落得抛弃的命运。我的那个好姐姐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好你个白眼狼，骗我说把股份转给你，傅氏才会帮忙。现在看来，你就是想霸占我的苏氏集团。保安，保安！给我把前董事长请出去！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允许他再进入苏氏集团！娇娇，你个白眼狼，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拉出去！给我向外发布消息：傅氏继承人傅成玉钟情苏家苏娇娇，有意求婚。与其靠男人，不如我自己做好。看够了没？一辈子都看不够。什么时候港城江家的冰山总裁也学会油嘴滑舌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们现在还是夫妻，我看我老婆也是天经地义的吧。这是什么？苏家的请柬。苏皎皎荣登苏氏集团总裁的邀请函。苏娇娇现在拥有苏氏集团30%的股份，现在已经掌管苏氏，苏和都已经被苏娇娇赶出苏氏。我的好妹妹可真是厉害啊！从前是小白羊，现在脱了皮就成了大灰狼了。这手段可比他母亲厉害不少。就算苏氏集团再大10倍，在江家面前也是蝼蚁。不过苏娇娇是怎么搭上傅成玉？我的人一直查不到任何信息，他们俩之前一直都没有交集啊。不过傅成玉刚成为傅家继承人不久，他不可能用全部资源去帮助苏氏。照你想，3天之内苏家破产。苏氏集团
是我妈妈的心血，是很多苏氏的老人和我妈妈一起创办的。我不能让它倒下，我要亲手把它夺回来。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今晚先收点利息。好。江少，幸会。苏家竟然能请来江少，这次果然来对了。我先去上厕所。姐姐，你还敢出门啊？你现在的名声可是不太好。现在不装小白兔了？我现在可是苏氏总裁，苏家的掌权人。姐姐再耍大小姐的脾气，可是不太行喽。苏荷呢？看来姐姐还是不愿放过父亲啊。等会儿父亲来，就会在宴会上宣布我就是苏家主这一事。姐姐最好不要捣乱。等我名正言顺的成为苏家主，父亲我可以交给姐姐处置。苏荷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会被自己最爱的女儿背叛吧。不过这应该也算他罪有应得。这当然还是跟姐姐学的。娇娇，姐姐，这个是傅成玉，傅氏的继承人，现在呢一直在傅氏集团锻炼，目前是傅氏总裁。他可比傅君涵那个废物厉害多了。原来这就是苏家大小姐啊！幸会。哈哈，早就听说苏家大小姐行事我行我素，今日见果然名不虚传。听说傅少在傅家一直不受宠，如果不是傅君涵出了事，这傅家继承人的位置也轮不到你。我那个好大哥居然为了女人在外面背着傅氏当狗，还有什么资格抢继承人？我18岁进入傅氏集团，到如今傅氏集团的股价已经翻了1倍，我才是傅氏集团最有资格的掌权人。看来傅少在傅家确实不受宠，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听说我那个好大哥是因为你才断了腿的，说到底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父亲恐怕也没有那么早能幸运。不过啊，娇娇不喜欢你，所以你的恩情我还是以后再报答。哎呀，姐姐一直都不肯认我这个妹妹呢。君涵哥哥为了保护姐姐，把腿都断了，可是姐姐却还是把君涵哥哥给抛弃了。哎呀，真是太无情了。听说傅少也是万花丛中过，不知看上我心如毒蝎的妹妹哪一点？角角是我见过最乖巧懂事的女孩，不过我听角角说你一直欺负她，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欺辱她，即便你是港城江家的少夫人，我们傅氏也不惧。是吗？金河是我江家的少夫人，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凭什么苏金河嫁到江家，江少就从残废变成了健康人，而且还长得这么好看？江少，哦，或者我可以叫你征宇哥吗？之前跟江家有婚约的是我的这个姐姐，她是看江家是港城首富，所以才让父亲把她嫁入江家，说不定我就成为征宇哥的妻子了。苏金河，我说过，不管是你的东西还是你的人，只要我想要，我就一定能得到。我江家求娶的是苏家的女人，可不是什么小三的贱种。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我现在可是苏氏的继承人，我劝你说话还是好听点。你是不是苏家继承人还不一定。苏总，你们苏氏集团得到了傅氏的注资，以后可是要一飞冲天呀！是啊，苏总，咱们以后多多合作。以后苏家就是娇娇做主了，我是要退休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苏氏集团的庆功宴。我们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集团危机，这都要感谢我的女儿苏娇娇，是娇娇，是她促成了我们和傅氏集团的合作。接下来，我们将和傅氏正式达成意向，进行多方位的项目合作。今天，我将宣布一项
重要事情，我将卸任苏氏总裁，以后将会由我的女儿娇娇接手苏氏集团。我相信在她的带领下，苏氏集团一定能够再创辉煌。我不同意。苏金河，你个逆女，你怎么有脸来参加我们苏氏集团的庆功宴？苏荷，你个杀人凶手！当年就是你把我妈妈推下楼，你为了小三杀妻，夺取了她的股份，你不配为人夫，为人父！逆女，你胡说什么？来人，把她给我拉走！今天，我不仅要把你送进监狱，还要夺回我妈妈的股份。姐姐，你前段时间要把爸爸送进精神病院，现在又说爸爸杀害了你的亲生母亲，我们苏家是多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为难我们苏家？没想到苏家大小姐的人品居然这么恶劣。以前就听说这苏家大小姐行事嚣张，现在靠上了港城江家，那不是更加行事无所顾忌了吗？会不会这苏家大小姐说的都是真的？毕竟当年苏家正式死后，外室就进了门，怎么看也有点蹊跷吧。苏娇娇，你的这一套还是收起来吧。以前苏荷那些人可能会相信，但是现在我已经有了最好的依靠。我看你会不会保住你的好父亲。爸，你竟然是杀人凶手！还真是苏家主把老婆推下楼的，这可是京圈今年最大的丑闻呢。这苏氏集团好不容易死灰复燃，现在又爆出这种丑闻，就算有傅家扶持，恐怕股价也要跌成白菜价了吧？娇娇，你救救我！这都是苏金河的诬陷。对，就是他诬陷我，我是为了你们母女俩我才这样对他妈的。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咱们才是一家人呐！救你！我怎么救你？是苏金河会放过你，还是苏金河背后的江家会放过你？难道你要拉着我们苏家跟你一起陪葬吗？要怪就怪你自己处理的不够彻底。这么多年的杀人证据，别人为什么还能找到？苏娇娇，好你个贱人！我真后悔为了你虐待我的亲生女儿。好一副父女情深的画面。不过苏荷，苏角角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吗？苏金河，你胡说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阴谋，一定是你的阴谋，对不对？这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江家以声誉担保，这份亲子鉴定报告就是真的。贱人，你妈也是贱人！你们害我，害死了自己的妻子，虐待我的女儿，到头来你根本都不是我的种！你又是什么东西啊？凤凰男，不要把什么锅都扣在我的头上！都过去了。我去，还有反转！苏总居然给别人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我怎么感觉全身凉飕飕的呢？搞得我都想去做亲子鉴定了。苏娇娇既然不是苏总的亲生女儿，那苏娇娇还能坐得稳苏氏集团总裁位置吗？干什么？我是苏氏总裁，你们不能抓我！我们走吧。走。苏金河，你可皮吧！我告诉你，从小到大你都争不过我，以后也只会是我的手下败将。拭目以待。走吧。妈妈，我很想你。你的那些骨灰被苏娇娇毁了大半，剩下的我都扔在了这里。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很厉害的，让那些欺负你的人都付出了代价，你看见了吗？苏家长的母亲已经病逝了，苏荷也被抓进了监狱里。苏荷送给苏家角的那些股份也被追回。妈妈，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吧？千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婚，离开我，但是我已经离不开你了。千和，你能回头看看我？如果你执意要走，
我会给你自由，但是我希望，如果你累了，你的第一选择是江家。妈妈，这是这么多年唯一无条件对我好的男人，你说我要不要为了他留下？我可是颜狗，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的话，可得加油了。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够帅？我的苏氏集团股份竟然被苏和那个老东西全都收回去了，就是因为我不是他亲生女儿。傅成玉，你去给我把那个老东西的私生子给我绑过来，我要让那个老东西乖乖的把股份全都赠予我。你当我是黑社会吗？我不管，如果你不帮我，我就把你偷偷侵吞傅氏集团资产，在二级市场偷偷吸纳傅氏集团股票的事情全都抖出去。苏小小，你疯了！你别以为这些把柄能威胁到我，我现在是傅家唯一的继承人，即便这些事情败露，我也不一定失去傅家继承的本子，而你就一定会死。哎呀，傅少，对不起嘛，我刚才就是太生气了。苏金和那个贱人竟然趁着苏氏集团股票大跌，收购了大量的苏氏集团股票，那些股东们也全都支持他，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嘛。苏氏集团算什么？等我掌握傅氏，我就把苏氏集团还给你。就算是港城江家在京城，也不是我傅氏的对手。现在傅老把总裁之位给了你，那傅少，你是不是离掌控傅氏集团指日可待了呀？傅少，你弄疼我了。我现在已经拥有傅氏集团15%的股份，再加上我的那些股东，也不超过30%，还不够。我的那个废物哥哥对集团一点贡献都没有，可是父亲却给他10%的集团股份，我作为傅家的继承人，却仅仅给我5%的集团股份。我看傅家主就是偏心傅君涵，如果傅君涵还有恢复的可能，傅家主可能还是会选择傅君涵。我不会给他机会。傅家只有我才能够掌权，很快我就能收购到超过父亲与傅君涵的所有股份，到时候我就是傅家家主。还忘不了那个女人苏金河回京城，她回了是为了拿回苏氏集团。苏河已经被他送进监狱了，苏河所持有的股份按照苏氏集团公司的章程规定将被自动收回。苏金河得到了股东的支持，可以优先回收股份。而我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给金河，这是我欠他的。谢谢各位叔伯的支持。苏氏集团是我妈妈一手创立的，现在我终于可以拿回她的心血。大小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们肯定会支持你。是啊，没想到苏河竟然是陷害董事长的凶手。早知道如此，我们怎么又能让苏角角成为公司的总裁呢？各位股东，你们真的要让苏金河这个把父亲亲手送进监狱的白眼狼当做苏氏掌权人吗？苏角角，你都不是苏氏集团的人，你来干什么？各位，我身边这位就是傅氏集团总裁傅成玉，你们确定要和傅家作对吗？苏角角，你想干嘛？傅家是京城豪门，而我是傅家的未来少夫人。各位如果不想把手里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那就支持我成为苏氏总裁。当然了，这好处自然不会少了各位。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傅家在京城的实力吧？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苏河留下来的股份卖给苏角角。这傅家咱们可惹不起啊。是呀，如果我们坚持，恐怕苏氏集团都会倒下。苏角角，你都没有苏氏血脉，你还想要抢苏氏集团？你是苏家的真千金，又能怎么样？我说过，你的东西，我想要的一定有。
我港城江家会支持苏金河，大家不用再次放心。大家可都想清楚了，在京城，我们傅家不怕江家。大小姐，这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只能把股份交给苏角角了。对不起啊，大小姐。苏金河呀，苏金河，你永远也斗不过我。放心，大不了我们从这收购，拼资产，我们江家不干。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我的弟弟在外面到底有多威风。收手吧，跟我回家。哥，我现在已经拥有了集团的绝对控制权，就算今天爸来，也不能命令。自己好好看看，这些年你在集团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在外建立公司输送集团利益，偷税漏税，你做这些，足够让你把牢底坐穿。哥，我错了，别把我送进监狱。哥，怎么处置你，父亲会做决断。跟我回家。苏角角，你欺我多年，还摔碎了我母亲的骨灰盒，这些债你想怎么还？姐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离你远远的。傅君寒惩罚过了你，我原本想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但你不知悔改，这么多年你吃了苏氏多少，全部吐出来，然后滚得远远。不要，不要，我会一无所有的，不要。傻瓜，我们回家。走，回家。